很多朋友呢想在2022年买房，但是上半年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房地产信心不足，所以呢没有出手。但是呢2022年的上半年出现了楼市救市的情况，可以说对于买房人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这些救市的力度呢是在以往看不见的。那么在2022年的下半年，我们应该怎么买房？什么时候才能出手买房？一定要记得2022年下半年楼市的4个变化。今天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见解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，第一个变化呢，就是棚改停止，老房子加速贬值。过去呢，人们喜欢买这个二手房，喜欢买老房子，主要呢是有几个优势。那第一呢，就是它的配套比较成熟，周边呢已经形成商业圈，所以生活起来呢是极其便利的。还有呢，这个老房子以前有学区房的加持，买到老房子以后呢，不光可以自己住，等自己孩子上完学以后呢，房子再卖出去，可以呢轻松变现，而且呢还能卖一个好价钱。最主要的是呢，很多人期待房子被拆迁一夜暴富，但是呢从2020年的时候呢，棚改已经停止，变成了老旧小区改造。目前呢，全国多地都在进行老旧小区的改造，很多地方呢已经不拆迁了。所以说呢，老房子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金融属性。一是呢，很多这个学区房已经被取消，变成了多效划片；还有的老房子呢，处于郊区已经失去了交易的价值。那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，不要紧盯着老房子，除了一些呢地段比较好的老房子具有商业价值，未来有可能被拆迁以外，大部分的老房子只有呢居住属性。再加上呢，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买新房，二手房的交易量呢会逐渐的变少，除非呢地段非常好。因为呢，随着这个房住不炒的调控，房价在2级分化，如果呢你位置选得不好的话，极有可能呢房子会成为你的累赘，成为负资产。第二个变化呢，就是在发展租房市场，未来呢可能会租售同权。这是以前呢我们不敢想象的。以前呢我们到城市发展，那你必须呢拥有一套房子，因为有了房子才能够享受到城市的公共福利，有了房子呢才能够落户口。但是呢，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，这个房价越来越高，很多年轻人在城市当中买房子呢觉得很吃力，所以呢选择相继离开这样的城市，那就造成了城市的人才大量空缺。说白了，还是房价太高闹的。那么从去年开始呢，国家已经提出要加大呢保障型住房的建设以及租赁市场的规范。注意这里是针对不同的人群。那么保障型住房呢，主要是针对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低收入人群，而租房市场呢，主要是针对这个新青年、新市民，想要在城市当中发展买房的年轻人。那么未来租房市场有可能会出现官方指导价，也有可能呢出现以政府主导的租房，你的房东呢不再是个人，而是地方政府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在租房的同时进行落户，工作、生活、学习两不耽误。那么我们在城市当中发展呢，就不会被高房价所束缚。第三点的变化呢，就是利率不断的下调，我们买房的成本呢在缩减。为什么2022年的上半年在救市？其实呢，就是在救老百姓购房的信心。我们知道呢，从2016年的年底就提出了房住不炒，但是呢，在2017年到2018年，房价却翻了倍。整个房产的转折呢，就在2021年。2021年的时候呢，其实炒房客被套牢了，交易量减少。那么到了2022年呢，不得不进行救市。以前的楼市调控呢，就是哪个城市的房价过热，就具体去调哪个城市，但是大部分的城市呢没有被调控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调控呢是整体调控，救市呢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在上半年呢，经历了连续2次的降低利率，那么在下半年可以预测的是还会继续去调整利率往下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从这个存款的数据就可以看到在整个上半年呢，居民的存款超过了10万亿，这是以前都没有的。为什么银行的存款利率这么低，还是有人愿意去存钱即使是通货膨胀，人们也不愿意去消费呢？就是因为人们对楼市呢失去了信心。那么在下半年想要达到救市的目的呢，那么利率可能还会下调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呢，成本可能会被降低。如果呢是刚需的话呢，不妨可以考虑入手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我们这里有一个大环境的基调，
就是说呢，在房住不炒之下呢，这个房价已经稳定了。虽然它在高位，但是呢，不会像以前这个房价短短的几个月啊就忽高忽低，让人们呢无法判断这个房价的走势，不敢贸然的行动去买房子。所以呢，在下半年如果你要买房的话呢，就要看准时机，看一看楼市的救市力度会不会加大。还有第4点信号呢，就是炒房客目前要么离场，要么直接被套牢。房价稳定了以后呢，房产市场的选择多了起来，我们买房的选择也多了起来。过去呢，炒房客是不断的囤房子，他们发动周边的亲戚朋友啊，在短时间内凑够一笔资金，炒高一个楼盘，炒高一个区域，或者炒高整个城市的房价。结果就是呢，炒房客赚得盆满钵满离场了，留下的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高位接盘，还有呢还着30年的贷款。但是房住不炒来了以后呢，炒房客直接被套牢，有的炒房客呢是直接咬牙降价赔钱离场。那么现在呢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呢趋于稳定了，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进入了买方市场。进入买方市场以后，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呢，就有2方面的优势。第一呢，就是价格不会再虚高啊，很多这个业主呢想要改善，想要套现离场呢啊，房子变得有价无市。那么如果想要套现，就必须呢降价去购买。那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呢，成本会降低。那第2点呢，就是我们的选择多了起来，市场上的房子多了啊，不管呢是大户型、小户型，还是呢很多我们以前想买的楼层，现在呢都有可能出现。那么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呢，选择多了就不会太着急的去出手，而且呢，选择多的情况下呢，我们的价格就有更大的争取空间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